就长荣航空的历史记录来分析，我们一年大概都有1200个以上单元的盘货柜必须要做汰除，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一个对环保有帮助的一个方法，能够是不是可能性再创它的一个新的用途。现在在整个设计界，环境议题是一个最大的议题。那怎么样减少环境的负担？怎么样让资源再利用？这个是各个专业领域都同时在思考跟面对的议题。世界越来越扁平化，那我们跟国际的相连也是越来越接近。我们这是从设计的角度去看，去开发一个永续，还有开发一个环保的一个产品的概念。那觉得这对学生新一代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一个永续发展 ESG 的角度去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连接到某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要有办法去跟那个+1的这件事情做连接。那我想他的思考的广泛，或者是那个有趣的程度，也才会更加的有深度。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大胆的去挑战什么？挑战这个材质，挑战这个空间，挑战原本飞机的装这些货柜的形式。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把环保的议题想到里面。我建议 be more crazy, be more creative, be more curious about the world。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不是长荣航空单独的议题，是全球航空都在面临这个议题。一定是要让这1200个至少一定比例的货柜，它能够循环设计，进入循环经济的模式，成为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城市里面，我觉得这整个的价值就会凸显。能够更具体，能够让这些盘柜能够获得实际的运用，然后让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可以透过绿循环再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圈。那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不管是航空公司或学校，或是甚至政府，都能够知道，这是一块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想法跟领域。能够希望真正在这个整个航空业的一个货盘柜的一个再利用，能够起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跟未来。